說實話，大多數人炒股不是為了賺錢，而是為了賭一個翻盤的希望。你想想，一個月工資5萬，一年60萬，哪怕你省吃儉用10年，也不過600萬。可要是股市一波翻倍，10年省下的全在幾個月裡實現。這就是股市的魔力，它讓人短暫地看到命運可以被扭轉的幻覺。可殘酷的是，真正靠炒股實現自由的人少到幾乎可以忽略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做的每一步都不是為了贏錢，而是為了活得更清楚。這話聽起來玄，其實一點不玄。我認識一個朋友，早年在台北當工程師，月薪8萬。那時候他也炒股，但每次賺一點就跑，虧一點就補倉，像被市場牽着鼻子走。10年下來，錢沒賺到，白頭髮多了半頭。有一天他突然說，我發現我不是在炒股，我是在被市场訓練做人。我問他什麼意思，他說，當你能在漲停面前不貪，在暴跌面前不慌，那個時候你就不只是會炒股的人，而是看透貪嗔痴的人。那一刻我明白，市場從來不是賺快錢的地方，它是照妖鏡。你心裡有多貪，它就讓你虧得多慘；你有多自律，它就讓你賺得多穩。而能在市場活下去的人，不一定最聰明，但一定最清醒。第一點，他們不在白菜股上浪費時間。我見過太多人拿着那種低價小盤股，幻想它有一天能暴漲，結果漲沒等來，退市先到了。強勢股的共同點是什麼？簡單，量價健康，分時順滑，均線不破。但這些東西不是你隨便看幾根 K 線就能悟出來的，背後是一整套系統思維，誰在買，誰在賣，錢在流向哪，趨勢在怎麼轉。而散戶最大的問題是喜歡預測，不喜歡等待。可市场只獎勵等待的人，不獎勵猜的人。第二點，他們知道趨勢才是王。你可以錯100次，但只要1次跟上趨勢，你就贏回來了。問題是，大多數人不是被趨勢打敗，而是被自己的想法打敗。有人說趨勢一走完就跑，有人說要反轉了就追，結果永遠在高位買，低位割。真正的高手看均線，不看新聞，看結構，不看情緒。他不問這只股會不會漲，他只問錢現在往哪邊流。而這個邏輯和人生一樣，你跟着勢走就順，逆着幹再聰明也沒用。第三點，他們有極強的耐心。巴菲特說，市場是把錢從沒耐心的人手裡轉到有耐心的人手上。但你仔細看，90%的散戶虧錢，虧的不是判斷，而是忍不住。他們買的時候怕踏空，賣的時候怕錯過，結果就是永遠買在半山腰，賣在腳底板。我有個老前輩，10年前買台積電，一買就放着不動。別人笑他懶，他說我不是懶，我是相信時間。現在他退休在台東種樹，每個月光股息都夠他過2次日子。那時候我們才懂，在股市裡，時間是最貴的複利，而不是操作。第4點，他們不貪多。有個真理，越窮的人越喜歡分散風險，越富的人越懂集中火力。散戶常常手上5、6隻股票，沒一隻搞懂，而高手一次只抓2、3隻。他們明白，精力和資金都是有限的，一旦分散，你就連自己为什麼買都忘了。你以為是分散風險，其實是在平均虧損。這就像打仗，你帶5把槍，每把都沒子彈，那叫安全感，不叫戰鬥力。第5點，他們從不盲目補倉，越跌越買是最危險的信念。那不是抄底，那是找死。趨勢向下的股票，你越補，它越沉。真正的高手只在強勢股回調時加倉，絕不會在弱勢股下跌時補倉。這是紀律，也是認知。所以有人問，
股市的門票是什麼？我說，是虧過一次你以為不會虧的錢。只有那一次，你才真的學會尊重趨勢。第6點，他們從不幻想暴富。一個人要在股市賺大錢，靠的不是勇氣，而是反人性。市場越熱，他越冷靜；市場越慌，他越鎮定。他們懂得，暴漲是誘餌，橫盤才是真功夫。那些在橫盤期還能穩穩拿住股票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贏家。因為他們知道，真正的利潤不在買賣之間，而在時間的沉澱裡。你有沒有發現，炒股的人最怕的不是虧錢，而是被洗。很多人以為洗盤只是股價上下震盪，其實那是主力資金在洗人。籌碼峰就是主力畫出來的戰場。你打開一只股票的籌碼分布圖，看到那一根高高的山峰，以為那是安全區，其實那是陷阱區。那一段時間，主力在那兒反复震，目的是把你洗到懷疑人生。你看它跌，忍不住割，它又漲，你追回来。追着追着，你就成了主力的人肉止損器。這就叫籌碼沉澱。聽着像技術詞，其實講白了，就是主力資金的心理戰。他們不怕你買，他們怕你不跑，所以他們要制造波動，制造假突破、假放量、假底部，目的只有一個，讓你覺得再等等，再等等，結果你等的那一刻，就是他們出貨的那一刻。市场的殘酷就在於，你永遠以為自己在觀察市場，其實你是在被市場觀察。籌碼峰會說話，真正懂得籌碼語言的人，看一眼成交量、換手率、K 線結構，就知道現在是誘多還是真拉升。普通人看的是價格，高手看的是行為，因為價格會騙人，行為不會。舉個例子，當股價在籌碼峰下方橫盤，成交量極度萎縮，這其實不是沒人買，而是主力在吸籌。他們不會告訴你，他們只會悄悄買，慢慢吸。一旦吸夠了，他们就會在某個看似隨機的時間，一腳油門把價格推上去。那一刻，全場沸騰，財經新聞開始吹，短線客開始衝。而主力呢，已經在山頂上等你了。所以永遠記得，當消息開始熱鬧，行情就接近尾聲。反過來，當一隻股票沒人提，沒人關注，K線冷冷清清的橫在底部，那反而是最有意思的時候。因為主力不喜歡熱鬧，他們喜歡埋伏。他們要在你還在抱怨這股沒救的時候，悄悄買完，然後等一根放量大陽線出來，你再去研究原因，那已經是別人收割完的局了。所以第7點，永遠要理解市場不是漲給你看的。散戶總想等它穩了再買，可它一穩，你就買在高位。主力要的就是你這種確定感，而高手買的是不確定裡的確定。他們不賭明天漲不漲，他們只看今天的結構對不對。結構對了，進；錯了，出。一切簡單、乾淨、明白。我見過真正厲害的操盤手，電腦上只有3條均線，2個窗口。沒有花哨的指標，沒有一堆分析圖。他說，越多的工具只會讓你越依賴別人的判斷，而市場最貴的就是自己看懂。你越想找捷徑，就越走遠。所以第8點，炒股本質上是認知的變現。你賺多少，不是看你有多少錢，而是看你的認知值多少錢。一個沒系統、沒復盤、沒邏輯的人，就算給他10次機會，也會虧在同一個坑裡。而一個有系統、有耐心、有紀律的人，就算給他1萬次波動，他也只動10次。這就是差距。那有人問，那系統怎麼建立？我告訴你，系統不是拿來預測行情的，是拿來消滅猶豫的。當你面對一個漲停不再心跳，面對一個暴跌不再驚慌，那一刻你的系統才算真的成型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
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我有一個朋友，17年股齡，經歷過金融海嘯、疫情暴跌。我問他：“你靠什麼活下來的？”他說：“靠預演。”他所有的操作在下單之前都在腦子裡預演過。如果這一單虧20%，他能不能接受？能，他就下；不能，他就不碰。這就叫有底氣。有底氣的人，市場怎麼震他都不怕。沒底氣的人，哪怕賺了都睡不着。你看那些老手，表面冷靜，其實不是冷，而是看多了。他們知道市场永遠在測試人性。當你貪的時候，他給你糖；當你怕的時候，他給你刀。而真正的自由，是你能在貪婪與恐懼之間保持理智。他們都有一個共性：不完美主義，不追求買最低，也不追求賣最高。他們只想賺看得懂的錢。你永遠賺不到自己認知以外的錢，就算賺到了，也守不住。這話扎心，但是真的。你以為自己在和市場對賭，其實你在和自己的人性對賭。市場不是複雜，是人太複雜。你越想贏，它越容易讓你輸。當你不再想着贏，而是想着別亂動，反而贏了。你知道嗎？在股市裡，能長期賺錢的人，從來不是最聰明的，而是最穩定的。穩定這2個字看起來簡單，其實是所有投資者最難修煉的一關。市場每天都在變，消息天天都有，你的賬戶像心電圖一樣跳個不停。有時候漲2天，你覺得自己是股神；憋3天，又開始懷疑人生。你不是在投資股票，而是在被情緒投資。我以前也這樣，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盤，看了又後悔昨晚沒加倉，下午又慶幸自己沒追高，整天心浮氣躁，像一隻被套的猴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發現一個真相：不是市場在讓我焦慮，是我自己沒系統。什麼叫系統？就是你在任何行情下都知道自己該幹什麼，不該幹什麼。有買點，有止損，有倉控，有節奏。漲了你知道賺多少，跌了你知道虧多少。不靠運氣，只靠執行。有了系統，市場從噪音變成音樂。沒系統，再好的行情你都聽不出節奏。我認識一個前輩，他說自己花了10年時間才悟到一句話：穩定比暴利更值錢。剛開始他也是滿倉幹，一夜暴富，一夜歸零。後來他學會控制倉位，從10成降到5成，再降到3成。你可能覺得他膽小，可10年下來，他的收益率比所有人都高。為什麼？因為他活得久。股市不是拼誰跑得快，而是拼誰活得久。人到中年，你会發現，投資這件事拼到最後，不是技術，是心性。當你能在漲跌面前平靜如水，市場才會慢慢對你溫柔。因為市場只尊重看懂自己的人。我曾經看過一個數據，95%的散戶在股市裡活不過5年。不是因為技術不行，而是心態崩了。虧一點就想翻盤，賺一點就想兌現，結果1年到頭忙來忙去，賬戶像做工，賺的是辛苦，不是自由。但那5%留下來的人，他們都做到了3件事。第一，他們有止損。止損不是認輸，而是承認現實。每一筆交易都有風險，你要學會在錯誤還小的時候止血，這叫理性。第二，他們有系統。系統不是讓你預測未來，而是讓你在混亂裡有秩序。市場風暴再大，他們都有指南針。
這叫底氣。第三，他們有耐性。耐性不是慢，而是對时间的信任。他们不和行情比速度，只和自己比稳。這叫格局。我見過太多散戶在股市裡想解套，但你知道嗎？真正厲害的人從不解套，他們換系統。當你靠同一套邏輯一直虧，你要換的不是股票，是思維。一個朋友以前是職業賭徒，後來轉做投資。他跟我說，賭場和股市的差別只有一件事：賭場用籌碼騙你衝動，股市用新聞騙你衝動。兩邊都在測試你能不能控制自己。賭徒輸在想翻本，投資人輸在想證明自己。而最後賺錢的永遠是那個能忍的人。你想想看，為什麼股市越不動越危險？因為耐不住的人太多，一漲就怕錯過，一跌就想逃。但錢從來不屬於最聰明的那群人，而是屬於最能坐得住的那群人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明明懂 K 線、懂籌碼、懂均線，卻還是虧。因為他們不懂自己。投資的最大敵人從來不是市場，而是人性。市場永遠在驗證一句話：你配不配賺這筆錢？你想暴富，他就讓你暴虧；你想穩賺，他就考驗你能不能穩住。所以，最好的交易心態是：你不急着證明什麼，也不怕錯過什麼，你只是安靜的等，等趨勢，等機會，等你自己夠成熟。你看那些真正自由的人，他們早就不盯盤了，他們盯的是企業的成長、行業的格局、趨勢的方向。他們知道市場短期是投票機，長期是称重機，稱的不是人氣，而是實力。有時候你越想抓住機會，機會越溜。當你不再追，它反而來了。這是市場的悖論，也是人生的真相。我常說，炒股是一場修行，修的不是 K 線，而是心；不是智商，而是定力。你越想控制市場，市场越讓你失控；你越能控制自己，市場越願意給你機會。入市久了，你會發現，賺錢的人都像和尚，他們淡定、寡言，不炫耀，因為他們知道，真正的贏家不需要證明。賬戶上的數字只是副產品，真正的收穫是內在的清醒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其實投資和做人是同一件事？一個人怎麼面對波動，就怎麼面對人生。你急功近利，你就注定反覆；你耐得住寂寞，你才有資格享受繁華。那些在低谷裡熬過，在暴漲裡忍住的人，他們不只是財富自由，他們是心自由。他們不需要每天盯盤，他們盯的是自己的認知曲線。認知漲了，錢自然跟上。你看，市場永遠會淘汰焦慮的人，但會獎勵冷靜的人。散戶之所以叫散戶，不是因為錢少，而是因為心散。你只要學會把情緒集中，就已經比90%人強。最後我想說，股市這條路不是選誰聰明，而是選誰清醒。清醒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該賺什麼樣的錢，也知道哪些錢不該賺。清醒意味着你能在風口不狂喜，在暴跌不絕望。清醒意味着你願意慢但穩。當你能做到這些，財富自由就不是目標，而是結果。它不是等來的，是修來的。修的是你的系統、你的心性、你的格局。有了這三樣，不管市场怎麼變，你都能安然。因為真正的高手從來不怕行情結束，他們怕的是認知止步。到最後你會發現，炒股這條路拼到極致，不是拼智商，也不是拼膽量，而是拼心境。心亂，指標全錯；心靜，萬物皆明。越有經驗的人越不急，因為他們明白，市場不會因為你的焦慮而改變走勢，也不會因為你的祈禱而改變方向。
你能控制的只有自己。曾经有人問巴菲特，你成功的秘訣是什麼？他笑着说，我們都知道別人會在短期內做什麼，但幾乎没人知道自己能在長期裡堅持什麼。這句話太深了。每个人都想賺快錢，但真正的財富都藏在慢裡。慢是一種策略，穩是一種智慧。其實不止股市，人生也一樣。你越想跳過過程，命運就越讓你多走彎路。你想速成，它就讓你循環；你想扎根，它才會給你回報。那些真的實現財務自由的人，不是靠一夜暴富，而是靠長期不犯大錯。他們懂得複利的力量，也懂得人性的脆弱。他們在別人貪婪時獨處，在別人恐懼時出手，在別人喧囂時靜默。他們不是冷血，他們只是看透了情緒的代價。有時候你看他們的生活，會發現他們的節奏很奇怪。別人看盤，他們在看書；別人炒短，他們在研究趨勢；別人焦慮的換股，他們安靜的加倉。因為他們知道，市場所有的噪音都會在時間裡歸於平靜。一個真正的高手，不是預測明天會漲幾%，而是能在10年後依舊淡定地執行同一個邏輯。這才叫格局。很多人覺得自己沒運氣，其實不是沒運氣，而是沒有準備好。機會每年都有，市場不會缺賺錢的人，但缺的是能守得住的人。守得住系統，守得住節奏，守得住那一點點不動心的底氣。當你開始不再追漲殺跌，不再被新聞牽着走，不在一夜之間想翻盤，恭喜你，你已經從賭徒變成投資人。而從那一刻開始，你的財富才會真正靠近你。人到某個階段，你會明白，炒股從來不是賺多少錢的遊戲，而是我是誰的修煉。你越清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，你的交易就越乾淨。你越不確定自己要什麼，你就越容易亂動。所以，別總問別人該買什麼，該賣什麼。你該問的是，我有沒有一套自己的邏輯？當你的邏輯足夠清晰，世界會變得安靜。因為所有的漲跌、波動、利空利好，對你來說都只是數字，不再是情緒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話送給那些在市場裡掙扎的人：別着急賺錢，先學會不亂。不亂，你就贏了一半。剩下一半，交給時間。時間是所有系統的朋友，是所有浮躁的天敵。市場的每一次波動都像一場考試，題目永遠不同，但考的永遠是同一個內容。你能不能穩住自己？如果你能穩，市場遲早要對你低頭。因為股市的規律其實很簡單，短期看情緒，中期看資金，長期看認知。而認知才是一個人真正的財富邊界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最後都明白一件事：炒股不是用來逃避生活的，而是讓你更懂生活。它教會你風險、耐心、選擇、放棄，也教會你什麼叫順勢而為。順勢不是隨波逐流，而是在大勢面前懂得借力。人也是一樣，有些人總想逆着世界去證明自己，結果筋疲力盡。而有些人懂得順勢，借風，借時間，借趨勢。他們看似慢，實則最遠。所以說，能靠炒股實現財富自由的一種人，不是天生會賺錢，而是後天學會自控。他們有底線，有規則，有系統，有節奏。他們既能等風來，也能撐船渡。他們知道何時出手，也知道何時收手。他們懂得多不如準，快不如穩。他們明白，財富真正的本質不是錢多，而是心定。當你做到這一點，你就會發現，市場其實一直都沒變，變的只是你。當你變得不慌、不貪、不急、不賭，財富就開始靠近你。
因為那一刻你已經不是在炒股，而是在修自己的人生。